常用於沾鞋子的膠水卻成了南非黑哥們兒的最愛之物，就算不吃飯不睡覺也要抱着瓶子聞上幾口。而航空燃油更是貧民窟有錢人的奢侈品，即便冒着被逮捕的風險也要從機場中偷出来。那麼這些黑哥们兒為何如此鍾愛膠水和燃油呢？甚至一天不聞就渾身難受軟弱無力，難道說這東西比得上五谷雜糧嗎？現在讓我們把視線放到非洲東部的肯尼亞上面。內羅畢身為首都，同時也是非洲第一大城市，無論是面積還是人口規模都像極了發達國家。市中心高樓大廈林立，350萬的常住居民使這裡成為了不夜城，甚至被聯合國稱作東非明珠。但有陽光的地方必然存在陰暗的角落，在內羅畢的城郊有着非洲大陸最大的貧民窟，它的名字叫做基貝拉。早在英國殖民期間就存在，裡面居住的都是一些國外的難民亦或是逃兵。1963年时，肯尼亞宣布獨立，要求住在這裡面的人群必須搬移。但眾所周知，非洲政府的執行力搭配上黑哥們兒那與生俱來的犟種勁兒，結果可想而知。那便是基貝拉迅速成為了一個巨大的貧民窟，到了現在已經有超過90萬人在此居住，而生活在這裡的人只有一種收入，那便是撿垃圾。在基貝拉的中心區域是一個高達27米的垃圾山，黑哥們每天的工作便是從裡面翻找一些瓶瓶罐罐，或者一些吃剩下的披薩和水果。生活在這種環境之下，人們逐漸地喪失了對未來的信心，直到他們遇到了一種可以讓他們忘記煩惱、忘記寒冷酷暑、忘記痛苦和飢餓的液體。黑哥們兒發現，只要聞上那麼一下，腦袋裡就會出現莫名的眩暈感，身體更會如同飛升一般飄起來，隨後立馬就會陷入一種昏昏入睡的狀態，雙腿疲軟無法正常行走。而這種黃色且粘稠的液體便是膠水，是一種大多情況下出現於鞋廠的工業用膠，甚至還有一些公司用它生產籃球或足球。既然有需求，那麼必然會出現供應商。精明一些的黑哥們兒就從外地大量買入膠水當作貨物，以1.5美元的價格對外出售。要知道，基貝拉貧民窟是受到肯尼亞以及聯合國支援的特殊地區，一包通心粉和礦泉水也才賣到0.2美元。這些黑哥們兒就算不吃不喝，也要買上一瓶膠水聞上幾口。2021年時，就有聯合國發布了統計數據，基貝拉貧民窟中低於16歲的孩子大概有17萬人，其中至少有8萬人對膠水上癮。他們每天做的事情只有2個：上午爬到垃圾山上收集瓶瓶罐罐，下午賣掉瓶子購買膠水。隨着癮君子群體的越發龐大，他們發現如果長時間使用工業膠水，效果會差很多。原本欲仙欲死的快感，到了後期只能維持幾分鐘而已。於是黑哥們兒又找到了另外一個好東西，那便是航空燃油。不過航空燃油的獲取途徑就沒那麼容易了，只能通過一些特殊的渠道和手段才行。一些黑哥們兒會全身心地把偷航空燃油當作自己的畢生事業，他們會想盡辦法應聘機場負責飛機加油的工作，然後在每次工作的時候用瓶子夹帶出來一些航空燃油。這個時候你可能會有疑問，為了這一點東西是不是付出的代價也太大了？難道說不會虧錢嗎？可實際上賣的永遠比買的精，小半瓶的航空燃油的價格是膠水的200倍以上，每次出手都能讓那些商人賺得盆滿缽滿。那麼為什麼非洲的黑哥們會如此迷戀這些東西呢？首先，工業膠水中含有一種名為甲苯的物質，它本身無色但卻散發芳香。甲苯一旦被人所吸食，就會對中樞神經發生影響，從而讓人體獲得短暫的快感，可代價也是很大的，神經系統紊亂，快感失去之後的暴躁，無法保持平衡等等。而航空燃油同樣如此，由於汽車和飛机的使用環境不同，人們只能提高航空燃油的纯度，並且为了防止燃油被冰凍，要往裡面添加防冻剂，裡面就有一種叫做乙二醇的剧毒物質，可以起到比工業膠水更為強烈的致幻效果。所以說，如今的基貝拉像是一座僵屍之城，地上全是橫躺的黑哥，沒有了膠水和燃油，他們根本無法生活。